他叫李来福，意外穿越到南锣鼓巷60年代，和他同名同姓的人身上。原主年仅15岁，5岁的时候母亲得病去世，他父亲后来经人介绍找了一个寡妇，也就是原主的后妈。这后妈可不是空手来的，带了2个半大小子。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当他轻揉着头上的包，突然看见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空间。卧槽，原来穿越真的有福利啊！平缓了一下心情，李来福发现空间不能隔空收东西，可以用媒介，只要东西相连，就可以收到空间里。算了，先回家吃饭吧。来到街区走了没几步，李来福在南锣鼓巷88号停下了脚步。来福回来了，早晨你爹还在门口找你呢。刘奶奶早。快回去吧，回去晚了，你爹又要揍你了。来福，这名字起得太缺德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叫常威的人。张爷爷早。快回家吧。来福回来了，赶紧坐，我去给你盛糊糊。李来福独坐一面，2个小子低头喝着糊糊。这兄弟俩平时没少挨揍，很怕他的。每次李来福等到大人不在，就得偷偷揍他俩一顿。来福，快吃吧，肯定饿坏了吧？谢谢爷。谢啥？这是姨应该做的。来福，你吃完饭带着2斤高粱面去你爷爷奶奶家一趟。乡下这个季节虽然能挖到野菜，可是也不能光喝野菜汤啊。李来福突然想到他爷爷奶奶家可是在农村，他的空间里可是有一大片土地呢。知道了，爹，这次回去我想在爷爷奶奶家多住几天。李崇文愣了一下，扭头对着赵芳说道：那你再多给他带1斤高粱面。当家的快走吧，上班要迟到了。爹，你慢走。弟，在家听话，你哥要揍你，晚上回来跟我说。大哥，我以后都听你的，你别揍我行不行？这小子比谁都聪明，知道李崇文走了，赵芳不会护着他俩的，所以赶紧先服软投降了。放心吧，以后大哥不打你了。大哥，你说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大哥啥时候说过假话？大哥，你真是太好了。大哥，我以后也听你的。行了，你们俩都是我的弟弟，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们了。3兄弟就这么和好了。赵芳在厨房里偷偷抹着眼泪，出来递给李来福一个小面袋子。这是给你爷爷奶奶带的高粱面，你拿好了，可千万别把袋子弄破了。拿起小面袋子提了提，就那么2-3斤，别看东西少，在农村都有可能换个媳妇回来。这年代可没有什么彩礼嫁妆之说，这么2-3斤高粱面，这也是他们家从嘴里省出来的，所以赵芳才郑重交代他。走吧。走到大门口，老刘太太坐在大门边的石墩上。小芳，等你半天了，今天咱们可要走得远点，城墙跟野菜都被挖光了。出了东直门，往右边就是护城河。赵芳他们挖野菜都是围绕着护城河挖，而李来福要直着朝东走。来福，你路上小心点，别把袋子弄破了。我会当心的爷，那我先走了。刘奶奶，我先走了。路上当心点。李来福顺着土路快步的朝前走着，道路2旁的田地边上都站着民兵。虽然天干地燥，地里不一定长出啥，但是只要种下去就有人看着，没有人看着连种子都给你抠着吃了。哎呦，我的孙子，你可算来了，想死爷爷了。爷爷，你慢点，别摔着了。李来福快步朝前走去。老头虽然很瘦，不过精神倒是不错。大孙子长高了，都快有你爷爷高了。看着老头那亲切的眼神，李来福差一点眼泪流出来，这是在上一世根本没有体验过的亲情。爷爷，我奶奶呢？跟你二叔二婶去山里采野菜了。你拿的什么东西？这是我爹让我带的高粱面，他怕你们天天吃野菜，对你身体不好。净操闲心，他自己要养一大家子人，还给我们送什么粮食？爷爷，都拿来了，你们就吃吧。再说城里边毕竟还有粮，你们每次都得等到秋收。爷爷，你怎么可以在院里种玉米啊？这是你那个村长六哥孝敬我的，这可是我天天啥也不干，拼命浇水才长起来的。晚上让你奶奶给你煮一岁。李来福倒是没拒绝，也不是为了吃，而是想抠下来几粒做种子。爷爷，我现在就饿了，要不然我自己煮吧。行，爷爷帮你煮吧。爷爷，我都15岁了，煮个玉米还是没问题的，你就别管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孙子现在是大小伙了，用不到爷爷了。李来福走到玉米边上，李老头坐在椅子上喊道：东边第5颗那1岁玉米长得最好。把玉米掰下来，走进厨房，李来福快速把玉米剥开，小心翼翼抠了20多个粒下来，咬了咬牙，把20个玉米粒直接种在地里。毕竟是空间里的黑土地，肯定不会那么简单。玉米熟了以后，把玉米挑出来，朝着外面走去。爷爷，我吃一半就行了，这一半给你吃。李老头知道大孙子孝顺，用手抠了5、6个玉米粒，说：我吃这些就行了，剩下的给你奶奶、你二叔二婶，还有小龙。
小虎他们也尝一尝。李来福嘴里吃着玉米，意念却进入了空间，看着刚才种下去的玉米，没有什么反应，皱了皱眉头。意念往土里延伸，想看看怎么回事。突然感觉土里好像在吸收他的意念，玉米也随着意念的流失在快速的成长。第一颗，第二颗，第三颗，随着第10颗玉米成熟，李来福头上一阵刺痛，躺在躺椅上，眼前冒着金星了。休息了半个小时，强忍着困意，把玉米粒全部取下来，起码有5斤，直接又种在土地里。这一次种了足足有半亩地。爷爷，我困了，睡一会儿。大孙子，困了就睡吧。如果偏心有段位，这个老太太绝对算是王者级别的，就算当着儿媳的面，她也丝毫不避讳。奶奶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奶奶都回来半天了。二叔、二婶，你们也回来了。你这个小子2年没见，都快跟我一般高了。嘿嘿，二叔你放心吧，明年我一定比你高。大哥，玉米在哪呢？爷爷刚才说等你醒了可以吃玉米。一天就知道吃，还能少了你们的？老太太从屋里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白瓷碗，里边都是玉米粒。大孙子，你先抓点吃的，然后再跟他们分。偏心眼的老太太也不在乎儿媳妇的态度，直接对李来福说道。这夫妻俩没有一点不高兴的表情，好像觉得这是应该的一样。奶奶，我中午都吃了一半，现在还不饿呢，你们吃吧。我和大孙子都吃过了，你们就分着吃吧，别让了。太爷爷、二爷、二奶也在啊。铁柱，你有啥事吗？我爹听说小叔回来了，让我拿一个鸡蛋送过来。在这年代，鸡蛋可是好东西，普通人根本吃不到，有的也只是拿去换油盐酱醋。铁柱，你拿回去吧，自己留着换点油盐酱醋吧，我不吃。我可不敢拿回去，我怕我爹那暴脾气再揍我一顿。李铁柱把鸡蛋塞在李老头手里，起来就跑。李来福追到院门口，李老爷子拿着鸡蛋笑着说道：大孙子，别追了，他爹可能是感谢我。去年公社要撤了他这个村长，我在村里发话才没撤成。老头子，把鸡蛋给我，我给我大孙子煮上。奶，你可别煮啊，咱直接打散了，倒在野菜锅里，大家一起吃。李来福又不是这个年代的小屁孩，真的煮一个鸡蛋自己吃，让一帮人看着他也咽不下去。那怎么行？奶奶，你就听我的吧。李来福拿着鸡蛋朝着厨房里走去。娘，我也拦不住啊！你看来福把鸡蛋都打到锅里去了。打就打了，这孩子孝顺，我再往锅里放点油。那可不能糟蹋了，我再添2瓢水。晚饭过后，李来福用意念进入空间，把另外10株玉米都催熟了，接着把玉米粒再种到地。现在整整有1亩玉米了。大孙子，你快洗把脸，奶奶这就给你做野菜糊糊喝。所谓的洗脸就是用水漱漱口，这年代可没有牙刷。大孙子，房檐那里几个小土堆上是奶奶种的南瓜，你把洗脸水吐在那里就行了。南瓜。李来福来到那5、6个土包，悄悄抠出一粒南瓜种子。爷爷，咱们村的民兵怎么不去山里打猎啊？这么大个山，肯定有好多猎物的。他对打猎可是很感兴趣，毕竟小兴安岭边上长大的人，就算不会打猎，听也听得多了。打啥猎？打到猎物也都喂狗了。大孙子，你可别往山里跑，那山里野猪可凶了。你可是咱们老李家的独苗，以后咱们家可就全知你开枝散叶了。奶奶，你放心吧，我哪敢去打野猪，我就想进去玩玩。城里边可没山。那你得答应奶奶，不能进深处，只能在边上玩一会儿。娘，挖野菜去，去晚了就挖不到了。来了来了，大孙子，去山边上玩，可不能往里走啊。奶奶，我又不傻，我就在山边上玩。李来福扛着铁锹，朝着后山上走去，找了一处泥土松软的地方，挖了一个深坑，还用树枝做了2根长长的签子，插在地上，把洞口盖好，再撒上玉米粒。突然，旁边草丛里传出动静，仿佛有东西在那。轻手轻脚走过去，把手放在草丛边上，嗖的一下都收到空间里。原来是2只野鸡，还有12个野鸡蛋。卧槽，还可以这样？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，只要有媒介就可以收取东西。这草丛不是正好是媒介吗？用意念进入空间，把那一粒南瓜种子催熟，一根藤上2个瓜，每一个都有20多斤。李来福把野鸡挂在铁锹上，怀里抱着大南瓜，朝着山下走去。我的妈呀，娘，你快过来看看来福拿的啥呀？我的老天爷呀，大孙子，你这是在哪弄的南瓜呀？奶奶，这是我在山里边捡到的。What？ 这也能捡到？好了，先别管怎么来的，
你胆子也太大了，带着粮食带着肉，还敢在山里闲逛，你要吓死人呀！奶奶没事的，都是咱们一个村里的，谁还敢抢我东西？说什么胡话！这山周边可不止咱们一个村，别的村可不管那些。看见你一个小孩手里有粮食有肉，还不给你抢了？行了，赶紧往家走吧，路上谁也别说话。老头子，你快过来帮忙呀！你看大孙子带什么回来了？亲娘呀，我活这么大年纪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南瓜。奶奶，赶紧做点吃的吧，我快饿死了。来了，奶奶给你煮南瓜汤喝。奶奶可别煮南瓜汤了，把那个南瓜蒸了吧。好，孙子想怎么吃我就怎么做。小娟，你去给来福切一块蒸上，我们等晚上再吃吧。这年代很少有人吃中午饭的习惯，也不是说没习惯，关键是没东西吃。二婶，你直接蒸一半吧，你们要不吃，我也不吃。二婶倒是没说话，而是看一下老太太。老太太叹了口气说道：听孙子的吧，今天咱们可是沾我大孙子光了。奶奶，那鸡肠子就丢了吧，多费劲呢，一个个还要洗。瞎说，这东西给你爷爷炒一盘，他都能把舌头吃掉，馋不死他。大孙子，你奶奶说的对呀，这要放点辣椒一炒，喝起酒来美死了。终于南瓜煮好了，鸡杂也炒好了。爷爷，你咋还有酒啊？我这2斤地瓜烧留了快7、8年了，就等着有好菜的时候喝一点。等孙子挣钱了，天天让你喝好酒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享大孙子的福了。大哥，那个鸡什么时候吃？野鸡留着我们晚上吃。好啊，好啊，晚上有鸡肉吃了。高兴个屁啊！这一顿吃的还不好啊？那野鸡是给你大哥吃的。二叔，你这就瞎说了。我一个当大哥的还能吃独食啊？你们晚上也别回去，都在这里吃就完了。一家人吃饱饭，都在院子里坐着，一个个脸上都带着笑容。2个小屁孩挨着李来福坐着，手里还玩着石头。走了，别玩石头了，大哥带你们去河里洗澡钓鱼去。大哥，我们也没有鱼竿、鱼钩，咋钓鱼啊？这你们就别管了，你们俩赶紧去挖蚯蚓，我来准备鱼钩。李来福直接回到屋里，找了一根针，他有鱼线做媒介，只要有鱼靠近他，就能送到鱼嘴里去。从房间里出来2个小孩，站在院里连动都没动。不是让你俩挖蚯蚓了吗？站在这里干嘛？大哥，村子里哪有蚯蚓啊？只有到河边才有的。李来福没有再多说什么，找了一根麻绳，又找了一根2米长的树棍，带着2个小孩往外走。大哥，我看个隔壁那老头钓鱼，那线鱼竿可细了，你怎么拿个棒子？别废话，跟着就行了。3个人在大树下边挖了几条蚯蚓，李来福正准备挂鱼钩，李铁柱走了过来说道：小叔，你不会是用麻绳钓鱼吧？你管那么宽干嘛？该干嘛干嘛去得了。小叔，你要是真想钓鱼，我去隔壁村给你借个鱼竿，你拿木棍子和麻绳，想钓鱼那就扯淡了。别吵吵，赶忙把鱼解下来，要不然没有倒刺的鱼钩，鱼一挣扎就掉了。小叔，你怎么知道鱼咬钩了？你傻呀，没看到麻绳伸直了。大哥，这鱼咱们拿回家吃吗？你个馋猫就知道吃，你在边上挖个坑，放点水，把鱼在里边养着，大哥多钓几条，咱们再回家吃。小来福，你要成精了，拿个木棍麻绳都能钓上来2条鱼。二叔，你别吵。李来福感觉到一条好大的鱼，碰了一下蚯蚓，突然麻绳扯得笔直，又一条30斤的大鱼上来了。来福弟弟，这鱼直接做了给大家吃，我这里还有2条鱼了，回去够我爷爷奶奶吃了。二叔，你抱着鱼到村部门口，让村民都来村部门口喝汤。30多户100多人，不过30斤的大鱼直接支了2口大锅，把鱼一分2半，主要是喝汤吃鱼肉，100多人一人都轮不到1口。成午，大家都在村部喝鱼汤，你们爷仨在这里坐着干嘛？娘，大哥在做好吃的，大哥说他做的比村部的鱼汤还好喝。你们2个大男人怎么让我大孙子去做菜？老太婆，你可别瞎说啊，不是我让孙子干的，是他自己非要做，肯定是你做的不好吃。我做的不好吃，你吃一辈子了，咋没把你吃死？老太太对了李老头一句，快步朝着厨房走去。哎呦喂，大孙子，你快放着奶奶来弄吧。奶奶，你们洗洗手，准备吃饭吧，我这都做好了。
老太太闻着满厨房的香气，看着桌子上的鱼肉和鸡肉，你这也太败家了吧！灵，来福做菜可真香啊！这以后谁要嫁给咱家来福，可有福了。那是，就算我大孙子不会做菜，你就光看他长那么俊的模样，以后找媳妇都不难。一家人围在一起，手里拿着香喷喷的饼子。李老头感叹地说道：“我都快有2年没吃饼子了。”爷爷，你们不吃窝窝头吗？你听谁说的？农村吃窝窝头？对呀，傻子才吃窝窝头。有一个窝窝头的玉米面，我放点水，可以煮一锅玉米糊了，总比喝白水好。李来福也想到了，以老百姓的智慧，哪会犯那种傻，吃着窝窝头，最后还被饿死了，又被以前的电视剧骗了。大哥，你这饼子里是不是放糖了？好甜好甜啊！小虎、小龙，你俩一人只能吃一个饼子，喝点汤，吃点肉，这饼子可不能管够吃。二婶，你就让他们吃吧，这俩孩子也都缺营养。这年头谁又能不缺营养？来福你别管。一家人只有李来福喝了一大碗鸡汤，吃了4个饼子，剩下几个人都一人吃了1个饼子，喝了1碗汤。在他的记忆当中，至少有1-2年没有吃得这么撑了。晚饭过，李来福再次进入空间，把南瓜子都种地里，又催熟了3个南瓜。大孙子，你奶奶把鸡蛋都煮熟了，你早饭就吃这些吧。爷爷，你也吃。他本来就15岁，也不装什么大人了，拿着一个鸡蛋，直接塞到老头嘴里，简单吃了点后，李来福再次朝着山里走去。2个多小时才走到野猪陷阱的地方。我去，不会是抓到野猪了吧？李来福快速朝着陷阱跑去，在树边找了一根藤蔓，扔到野猪身上，通过媒介把野猪收到空间里。来福，你在哪弄个猪回来？二叔，这是我在山里抓的，快来帮忙！你可真是我的活祖宗啊！野猪你也能抓到？来福叔，你要成精啊！昨天抓条大鱼，今天带头野猪回来。李铁柱说完，拿着手里的枪就准备打。你个傻犊子，你用枪打完了，到公社怎么说？这头野猪还不得送公社去？缺心眼的玩意！片刻间，整个村里不分老少都过来了，看着院里都是人，李老六还是很有眼色的问道：“六爷，这野猪怎么处理啊？”还能怎么处理？当然杀了。野猪胃也不长肉，你们别都站着了，快来帮忙！爷爷，你看咱们家是这个村子里最高辈分的人，咱们家吃肉也不能不让别人喝汤啊。这头猪去了内脏，还有70-80斤，每一家送1斤，你看行不行？你这孩子也太大方了，那么多肉咋说给就给了，收点钱也好啊。二婶，我知道你心疼，可这年月又不兴做买卖，我要敢卖就犯错误了。李来福趁着人都在随即说道：“爷爷奶奶，明天我也要回去了。”大孙子，你这什么急呀？这才待几天了？爷爷奶奶，我回去给家里送点肉，咱们离得又不远，想来过我再来。那还行，我以为你又要好长时间不来了。是要回去送点肉，咱家大孙子就是有孝心。李来福也没办法，多亏二叔二婶没啥脾气，要不然这老2口能把他俩气死。二叔，这10斤肉是给你们的。这是干什么？我不要，你带回去吃吧。二叔，你跟自己侄子客气什么？老二，你拿着吧，就像我孙子说的，他是你侄子，给你都是应该的。那行，二叔就谢谢你了。晚饭过后，李崇武提着肉，带着媳妇和孩子往家走。爹，我和弟弟明天还能吃肉吗？想得美！你和你弟弟这2天吃多少肉了？我可告诉你们，你俩1个星期都不准再提肉了。你们2个傻小子，你爷爷奶奶那不是还有肉吗？你们俩去了，还能不给你们吃？你咋那么缺德呢？从我娘给我1碗粥算起，我就是他俩亲儿子了。我儿子当然是他俩亲孙子，吃他们点东西咋了？你别说，你这个缺德玩意倒是机灵，你咋想着把姓改了呢？姓不姓的有啥用？我不聪明，能在这里落户，能娶到媳妇吗？哈哈。第2天一大早，老太太老头已经把东西给他装好了，来的时候用个小面袋子，走的时候拿个麻袋。太爷爷，你们这是送我小叔吗？是啊，你小叔要回城里了。铁柱，你帮你小叔拿东西。铁锤，你带着枪把你小叔送到城门口。六叔，不用带枪了吧？你知道个屁！你小叔那麻袋里扛的可是肉啊，万一被人抢了咋办？让你去你就去，那么多屁话。我去，还不行吗？3个人用了1个小时，走到了城门口。李来福接过袋子，自己扛着往城里走。来到南锣鼓巷，李来福停下脚步，刚好碰到街道办张主任。听说这年代，一吃好的东西就要被人举报的，他这么多肉可藏不住的。
张姨，小来福，你叫我有什么事吗？张姨，我是想问一下，咱们能吃肉吗？你这孩子说什么傻话？咱们街道每个月都发肉票，还能不让人吃肉了？李来福也觉得自己说的话有毛病，赶紧又说道：张姨，我说的肉不是在国营食品站买的肉。不在国营食品站买肉，你家在哪来的肉啊？李来福赶紧把手伸到麻袋里，提出一个野猪头说道：张姨，我是说自己打的野猪肉能吃吗？你这孩子吓我一跳，自己打的野猪当然能吃了，不过现在是计划经济，你家既然有肉了，那么这个月你家的2两肉票就不给你家发了。你这麻袋里有几10斤肉吧？你家吃得完吗？张主任立刻眼睛一亮，就这么一点表情，也被在社会上混了20多年的李来福发现了。刘奶奶，你要啊？老太太没有回答李来福，而是看向张主任。张主任随即说道：咱们进屋说吧。来到屋里，李来福二话不说，拿起一块肉。这一块怎么也有2斤啊？张姨，不要钱给你们吧？你这孩子瞎说什么？我们可是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。对，你能把肉匀给我们，我们已经很感谢了，哪能不给钱？这位老太太也姓刘，是这一片的居民委员会组长。张主任在兜里拿出4块钱，不管多少，就这些了，不准拒绝。张姨，你这给的也太多了，食品站才6毛5一斤肉。多什么多？你这傻小子是不知道外面的价格。小来福，你以后打到东西可以到街道找我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的，张姨，那你们慢走。大哥，你这是在爷爷奶奶家拿的肉吗？问那么多干嘛？你们娘干嘛去了？我娘去街道领火柴盒了，这个月轮到咱家了。李来福想了想，确实街道每次发放的火柴盒都是每家轮着发，每次500个5毛钱。小涛、小远，你们妹妹没哭吧？娘，你喊什么？小远，你看看案板上是不是有个猪头？来福啊，你这孩子可真厉害！你姨我从来没见过家里有这么多肉，这肉够我们吃好几年了。娘，咱家案板下边还有大哥带回来的猪大肠、猪肝、猪肚，刚才我和二哥吃了满满1大碗。你这孩子，给他们俩吃那么多肉干嘛？心疼死我了！大哥哥抱，大哥哥抱。李来福抱着小丫头走到厨房，赵芳正在用粗盐腌着猪头。爷，那个猪头不用腌了吧？晚上咱们就把它吃了。李来福知道想留着新鲜肉吃那是不可能的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希望能保下一个猪头，要不然这种大力盐腌的肉跟咸菜没啥区别。那怎么行？你带回来的大肠肚子、猪肝、猪心还有不少呢，那些都够咱家吃一段时间的。这猪头可不能放，要是坏了，那可就罪过了。算了，跟这个年代的人说不通。李来福突然有点怀念奶奶家了，毕竟在爷爷奶奶家里，他可是说了算的。爷，我带小红出去溜达溜达了。好，你去吧。李来福抱着李小红闲逛着，来到供销社，好多商品，尤其是看到烟，这年代就算兜里有钱也买不到，只能拿烟票换。同志，这糖块要票吗？奶糖、软糖要票，糖块不要票，1毛钱10个。1毛钱10块，这年头的糖还真不便宜。李来福在兜里拿出1毛钱递过去，说道：给我拿10块硬糖就行。李来福拿了1块塞到小丫头嘴里，自己也吃了1块，可把小丫头高兴坏了。哥，甜就好好吃，不能说话的。出了供销社，李来福快速从空间里拿出4只鸟放在地下，一会就有人围过来了。小子，你那鸟卖吗？李来福翻了个白眼说道：我多大胆子敢在大路上卖东西？你不卖，放在这干嘛？我在这里等人，难道把鸟挂在脖子上啊？哟呵，小子，你就说实话吧，你这鸟想干什么？换烟票你有吗？换东西李来福可不怕，这年月只要不是公开做买卖，脱离人民群众，基本上没人管你。我去，你早说呀！你要换什么级的烟票？李来福愣了一下，问道：你都有什么烟票？看样子你小子什么也不懂啊！这么跟你说吧，分甲乙丙3个级别，顶级可以买1毛钱以下的烟，经济烟大生产都是8分钱，以及牡丹大前门4毛钱左右的烟，甲级烟票。这个我也没有，跟你说也没用。我操，正听着来劲呢，他关键时刻掉链子了。你这4只鸟也就3两肉，1张乙级票行不行？2张。李来福说完就看向远方，那意思很明显，不还价。哟呵，
你小子还够牛逼的！你要是我儿子，我高低揍你一顿。给李来福拿着烟票进了供销社，换了2包大前门，又换了几块糖。大哥，糖没？你这都吃了2、3块糖了，回家再吃好不好？小丫头特别乖，小舌头还舔着嘴唇那模样，简直太可爱了，抱着小丫头朝家走。大哥，你买糖啊？来福，你怎么有钱买糖的？我从奶奶家还抓了一只野鸡，回来的路上有人买，我就卖了。李来福可不敢说卖肉的事，这年头有钱都买不着的东西，还有人肯卖，估计赵芳得心疼死。卖了多少钱？1块钱。李来福知道剩下的钱保不住了，这年头可没有一家会让半大小子兜里放上1块钱的。还剩多少？都拿出来。李来福快速在空间里数出8毛钱拿出来。你这孩子就这么一会就敢花2毛钱买糖吃，8毛钱放我这里，等你要娶媳妇了，姨再给你。对了，来福，你那只野鸡大不大呀？要是大，卖1块钱可亏了。不大，不大。李来福也懒得废话，这后妈的脑回路转得太快了。不大就好，你这小子还是挺聪明的，卖野鸡就对了。你要卖猪肉，那可就是傻子了。今天家里高兴，咱们不吃菜糊糊了，晚上姨给你做点玉米糊糊。姨，我在奶奶那学会做菜了，要不晚饭我做吧？我们来福长大了，还会做饭了。那行，姨今天享福了，玉米糊糊就你做吧。崇文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咱们来福可厉害了。哼，他只要不惹祸，我就烧高香了。有什么厉害的？还能捡到钱了？捡了，还捡了8毛钱呢！啊呸，我都说不明白了。你倒是慢点说呀，这东一句西一句，到底咋回事啊？爹，我大哥在爷爷奶奶那边挖陷阱，抓到一头野猪，带了好多猪肉回来。对，就是这事。家里现在好多猪肉，你说来福厉害不厉害？你看看，孩子一句话就说明白了。再说小野猪，我又不是没抓过，也就7、8斤肉顶天了，他还能抓个100斤以上的大野猪？什么小野猪？来福拿回来的那一扇肉，我看那头猪起码100斤以上。嘿嘿，不多，掐头去尾去内脏还有70多斤肉。走，咱们去厨房看猪肉，省着你不相信我们家来福是有大本事的孩子。妈呀，大肠哪去了？猪心哪去了？猪肝怎么也没有了？来福，你看见没？听着赵芳的声音都带着哭腔了。在锅里呢。我的妈呀，你这孩子，你不过了，我不是说做玉米糊糊吗？姨，我在奶奶那就学会煮肉了，你让我做玉米糊糊，我也不会啊。一根上锈的铁丝，用火烤一下，再弯成180度，用一根麻绳拴住，再固定在一个木棍上，这样一个简易的钓鱼工具就做好了。李来福正是用这个方法，在60年代人人啃树皮的时代，他却让家人顿顿吃肉。快去挖蚯蚓吧，那老头是个傻子。你个小混蛋，你说谁是傻子？你看看你那鱼钩，那是正常人能干的事吗？我这老花眼离这么远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那鱼是瞎子吗？关你啥事？你这小混蛋，我就在这看着你要钓上来鱼，我就把脖子抹了，死在这。大哥，我挖到一条。好样的，晚上回家大哥给你买冰棍吃。老常，你快来看这小子的鱼钩可够有意思。小子，你把鱼钩拽上来给他们看看，保准他们没见过。大爷，你是有多闲？好好钓你的鱼不好吗？李来福也不搭理他们，老头却给他们讲李来福钓鱼的装备。看见没有，那小子钓鱼连铅坠都不用，就是把湖里的鱼抓起来，把他的鱼钩往嘴里塞，都不一定塞得进去。真的假的？老李头，你不会是瞎说吧？谁瞎说？谁是这个？老头用手比了个王八的动作。我跟你们说，这小子要钓上了鱼，我就直接毛。李来福提着2两重的小鱼没动，送到老头面前说道：继续，你刚才说抹啥？你小子们是瞎猫撞死耗子，那么大的鱼钩能钓个屁鱼？我要再钓上来怎么办？你要再钓上来我就……李来福直接打断他的话说道：你可别说你抹脖子，你说话也不算数，咱俩就赌你腰间那个折叠小刀怎么样？你要钓不上来。李来福从兜里拿出一盒完整的大前门道：我钓不上来，这大前门烟就是你的。那行，不过我要找个见证人，省得你耍赖。老常，你过来一下。老李头，你跟个孩子较什么劲儿啊？常大爷，你别管了，你只要做个见证，别让这个老头耍赖就行。你个小王八蛋要成精啊！李来福没有看草地上蹦跶的鲤鱼，而是伸着手对着老头。老头明显有点舍不得。常大爷，这老头准备耍赖了。滚犊子，谁耍赖了？
哎，小子，我都帮你当见证人了，你能卖我一条鱼吗？这帮人都是退休老干部，手里肯定有票。李来福摇了摇头说道：“我不卖东西，你要有票，咱俩换。”你这小子穿的不咋的，政策还了解的挺清的。常老头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粮票说道：“这是2斤粮票，能换你一条鱼吧？”李来福也知道粮票对于穷人来说没啥用，到这个世界才了解到粮票只能到饭店吃饭用，或者买馒头买包子。大爷，你挑条鱼吧。一帮老头都过来了，又换了2斤粮票。李来福大声说道：“我要别的票，粮票不换了。”小子，我给你1斤肉票，你把那3条鱼都给我，怎么样？李老头明显已经胜券在握了，这年头没有哪个人能忍住猪肉的诱惑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李来福家里还有着几十斤野猪肉呢，所以肉票对他并没有太大诱惑。你自己留着吧，我不要。谁有9票优先换。小子，我有9票，怎么换？10斤票换1条鱼。我换。就这样，2条鱼换了20斤的9票，还有1条换了3尺布票。大哥，你咋把鱼都换了，也不留1条吃？没事，一会大哥还能钓到，放心吧。大哥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大哥，这些鱼我们怎么拿回去啊？一路上回头率减至100%，关键是这仨小子太嚣张了，鱼挂满身都是。小孩，你家里缺啥东西不？咱们可以换。我的2个弟弟鞋都坏了，我没有鞋票能换鞋吗？小孩，你想换几双鞋？李来福回忆了一下现在的布鞋，也就7、8毛钱一双，最要紧的是鞋票。做生意讨价还价是难免的。李来福毫不客气地说道：“3双布鞋，外加1双红色小虎头鞋。”你这小子可够狠的，买鞋的钱是够了，可是还有鞋票啊！嘿嘿，主任大爷，瞧你说的，票据对于我们来说难，在你们手里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？你这小子一点不老实呀！这样吧，4双鞋我给你，我换这条大鱼，但是他们4个人，你得一人卖他们1条鱼，跟隔壁价格一样，行不行？这个老头怪不得能当领导，起码不吃独食，3斤的鱼拿到隔壁也是内部人都分了，他们想买也买不到。好，可以。3个半大小子拿好鞋，5条3斤重的鱼，总共5块8毛钱，剩了4条1斤多的鲫鱼和1条2斤多点的鲤鱼。李来福来到国营饭店，掏出2斤粮票，又换了10个馒头，这才屁颠屁颠的回了家。殊不知回家后，纵使有着前世经验的李来福，也斗不过女人的心思。每根上绣个铁丝，用火烤一下，再弯成180度，用一根麻绳拴住，再固定在一个木棍上，这样一个简易的钓鱼工具就做好了。李来福正是用这个方法，在60年代人人啃树皮的时代，他却让家人顿顿吃肉。小远，你大哥那么厉害，鱼卖了多少钱？他们钓的鱼不是换鞋了吗？卖啥钱？你回头看看你大儿子在干嘛？小涛，你捂着小远嘴干嘛？你这娘们是真傻呀！他们拿鱼换鞋了，怎么有钱买馒头？那馒头不光要钱，可是还要粮票呢。小远，你给我自己说，要是敢瞎说，看我今天不掐死你！ What？ 李来福刚进屋，一家人都望向他。赵芳伸着手说道：“把卖鱼钱拿出来吧。”李来福叹了口气，知道暴露了，无奈的从兜里掏出5块钱。还有粮票呢？钱倒无所谓，明天可以再挣。粮票他就有点心疼了，很不情愿的拿出2斤粮票。我的好来福，姨，给你记着了，一共5块8毛钱，等你结婚娶媳妇再拿出来给你。我睡觉了。李来福也不想待了，忙了一天就混了6毛钱，多亏还留下3尺布票和20斤酒票。去吧去吧，你去休息吧。第2天，兄弟3人又钓到了好多鱼，又换了好多烟票、茶叶票，还有盐票，还卖了20多块钱。现在他可是妥妥的小土豪了。大哥，咱不去收购站了吗？咱们家现在生活好了，必须得告诉别人，要不然别人要说闲话的。咱们把这些鱼都带回家，让你娘去卖，这样邻居就知道咱家钱的来路账。这一路3个人都被当成怪物了，一路上不下50个人要买鱼。3个人进了南锣鼓巷，一直走到88号，要不是跑得快，早就被人拦下来了。我的亲娘啊，你们这是在哪抓的鱼？小芳，你快出来看看，你家3个小子这是要上天了。姨，你把这些鱼拿到收购站卖了吧，一会收购站下班了。我的妈呀，好，真是好孩子呀。小芳，你家来福还真孝顺，以后你可享福了。可不是咋的，我家来福可好了。赵芳这一路上逢人就说我家孩子钓的鱼，把一个胡同的人可羡慕坏了。小远，你记好了，不能跟你娘说钱和票的事。大哥，你放心，他再说我肯定揍他。大哥，我保证不再说了。刘姨，我又来了。李来福拿出1斤糕点票，又拿了1斤茶叶票，还有2块香皂票。来福，你咋有这么多票？刘姨，这是我今天钓鱼跟人换的。我问一下，茶叶是不是那种茶叶沫子，也就是咱们京城人说的高碎？如果是茶叶沫子，我就不要了。别人来了肯定是茶叶沫的，
咱们都是熟人了，你等着。李来福这时才明白卖茶叶的门道，只见售货员拿起大玻璃瓶，左右摇个不停，看见上面有大的茶叶就抓起来，再摇再抓，直到抓够1斤。李来福笑了，嘿嘿，谢谢刘爷。谢啥？反正别人来买也是买茶叶沫子的。李来福又拿了2块香皂，1斤桃酥，这才回了家。赵芳已经卖鱼回来了，看他兴奋的表情，应该卖的还不错。来福啊，你知道那些鱼卖了多少钱吗？姨，我不想知道，反正你也不会给我的。不给你也要告诉你啊，这是姨给你存的，一共卖了20块1毛6分。姨，咱这鱼是多少钱收的？他们说4毛钱，被我讲了半天价，后来他们4毛5收的。赵芳把钱收好，这才看见桌子上的东西。来福，你咋又乱花钱？给小红买这些吃的干嘛？娘，好吃，大哥，哥好。吃吧，吃吧，你大哥没白疼你，还知道说你大哥好。姨，我买了2块香皂，1块洗澡用，1块放在洗脸盆那里给你洗脸用。赵芳已经麻木了，把心疼的话都放在肚子里了，只有用行动来证明对李来福的好。你们在这坐着吧，我去给你们做鱼。今天咱家高兴，吃好的。李崇文回来后，赵芳兴奋地夸着李来福，看见大儿子给他的茶叶，可把李崇文高兴坏了。儿子，你这茶叶在哪买的？可比我那茶叶沫子好多了。爹，你别问了，问了你也买不到。哟呵，看把你神气的。李崇文看着桌子上的鱼汤和南瓜饼子，感慨着道：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，你还是第一次做这么好的菜。那还不是咱家来福有本事，要不然你这辈子都不一定吃到这样的菜。李崇文家有人吗？有人，有人。李来福一眼就认出来，这是那天跟张主任一起买他肉的老刘太太，只是不知道他来会有什么事。刘婶子啊，你咋来了？是有什么事吗？小芳啊，昨天来福调回来那些鱼，今天咱们这片街道都传开了。我们主任让我来跟来福说一下，再有鱼了，给我们那里也送点，和收购站的价格一样。刘奶奶这样不犯错误吗？来福啊，你不要担心，这年头只要不偷不抢，能找到吃的，没人说的。李来福这次总算想通了，简单一句话就是计划经济，你别动计划内的东西，计划外的你找到了是你的本事。刘奶奶钓鱼肯定不是说有就有的，如果我钓到了，我就给你们送去。是的，钓鱼谁也说不准，我们也是听说你昨天钓得多，所以过来说一下。在未来几天里，李来福3兄弟天天出去钓鱼，钓到的鱼都被赵芳卖了，家里每天晚上还是喝菜糊糊，虽然厚了一点，但是有个屁用，他这样的小身板可扛不住。姨，这几条鱼留着吃吧，别卖了，明天我想去我奶奶家住几天。虽然赵芳很舍不得，但还是答应了。那好吧。第2天，李来福再次来到供销社，买了一堆的锅碗瓢盆、油盐酱醋，又给奶奶也买了2斤桃酥、2斤白糖、各种花椒、八角、干辣椒、2张甲等酒票，买了2瓶茅台，整整一堆东西。他又在门口叫了一辆板车，坐在板车上，一直拉到颐和园14公里树林中，趁着没人看见，收到空间里。旁边就是昆明湖。李来福来到湖边，没有2个小家伙在身边，李来福也不用蚯蚓和鱼竿了，控制着鱼钩往泥里边扎，却意外碰见一个箱子，意念一动就被他收到空间里了。箱子上挂着一个超大的铁锁，利用空间之力揭开的一刹那，彻底把他震撼住了，居然是满满一箱子黄金。男人在钓鱼时发现一件诡异的事，浮漂明明没有动，提竿时却怎么也拉不动，他却缓缓地闭上双眼，空间里瞬间多出一个箱子，打开一看，满满的都是黄金。李来福正是前世穿越过来的穷小子，他的空间有个牛掰的功能，只要2个物体间有东西相连，就能快速收进空间里。卧槽，既然是宝藏，那肯定不只是一箱。李来福继续把鱼钩送到河里，果然如他所料，又发现了好多箱子，全都收到空间里。这次他并没有着急去看，一直钓到深夜。李来福总共钓了50个大铁箱子，49个箱子都是整整齐齐的黄金，一箱900斤，总共44000斤黄金。另一只箱子里装的都是珍珠项链、翡翠项链、各种黄金头饰，个个都是精品。嘿嘿，这主角光环也太闪耀了吧，直接财务自由了。李来福这几天光出去钓鱼了，空间里的南瓜和玉米也都熟了，意念一动，已经全部收割好。这次共收获了500个南瓜和2000斤玉米，利用空间之力把玉米粒和玉米棒子按照3:1的比例全部做成棒子面，足足有2000斤。又把5亩地全部种上了小麦，这才回了京城。路过鸽子市门口，有骑自行车后座带着东西的，还有挎着篮子走路匆匆忙忙的妇女，都是去鸽子市的。通俗讲就是黑市。这年代不让个人做生意，各种票据都在领导手里了。普通人想要自行车票、收音机票、缝纫机票，基本都是到鸽子市交易。李来福找了一块布蒙好脸后，
朝着鸽子室走去。买货还是买东西？李来福知道，要是卖货就得交1分钱，买东西他们可不管。没东西卖。进去以后人头涌动，里边各种用具都有，卖鞋的、卖锅的，甚至卖布的，还有竖着牌子写的卖票据。你都有什么票据？你要啥票？李来福看见这货这么嚣张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你有自行车票吗？”那人直接从口袋拿出一张票递过来，说道：“50块钱。”卧槽，你还真有啊！小子，你不会是没钱在这逗闷子吧？老子的黄金都论吨算了，我会没钱？给，说谁没钱呢？李来福接过自行车票，看了一眼，确实是真的，因为假的他也看不出来，纯属就是为了装13。你这有肉票吗？5毛钱一斤，你要多少？肉才6毛多，你一个肉票敢要5毛？呵呵，小兄弟，一看你就不经常来呀！我就直白一点跟你说，现在大米在咱这里能卖到2块5，棒子面都卖到1块8了，红薯粉、高粱面都1块5了。你看看这个鸽子室里面哪个不是买粮的人？李来福看着这人说的这么诚恳，已经财务自由的他也没多计较。旁边就是一个卖布的，在这里卖布肯定不要票的。你这布料怎么卖啊？我这布料不卖，只换粮食。我有大南瓜，每一个都22、3斤。你那5米布料，我给你3个南瓜，你换不换？此话一出一下，围上来好多人，有拿布票的，还有拿鞋票的、烟票的，各种票都有。小兄弟，我这还有票，你看看你要啥样的，咱们再谈。李来福一眼就看到一摞酒票，这些我都要了。你这里面有烟票吗？甲级烟票20张，乙级烟票20张，经济烟。行啊，把40张甲乙烟票给我，别的我都不要了。我都是财务自由的人了，抽烟当然也要抽好的了。兄弟，一共38块钱。3个南瓜行不行？如果每个都22、3斤，肯定行。走吧，我南瓜放在外面了。李来福来到外面，从空间里拿出8个大南瓜放在地上。3个人出来后，看到地上放的南瓜，这才放心了。喂，你那有手表票吗？卖票的人摇了摇头，伸出胳膊说道：“我没有票，但是我有手表，这是我去年收的，绝对9成9新的上海白手表，百货大楼卖的是60块钱。”他也是看李来福爽快，毕竟买东西都不用称，而且每次都多给。就像这南瓜，真正按斤算起来，至少能多卖1、2块钱。我再给你6个南瓜。李来福突然觉得好搞笑，现在买东西都用南瓜衡量了。卖票的心里一合计，6个南瓜绝对值了。爽快，小兄弟举起。李来福把布料和皮鞋都收到空间里，继续朝着鸽子室里走去。看到一个人的身边放着2杆长枪、3支手枪，他知道这年代治安不好，主要是太乱了，没个防身的武器可不行。这枪是怎么卖的？你旁边那个是水莲珠80块钱，你手里拿的那个是5、6式半自动步枪，那个贵一点要120块钱。为啥价格差距这么大？你那把5、6式半自动可以直接打连发，水莲珠开1枪要拉1次枪栓。这把手枪呢？勃朗宁手枪40块钱。这2把枪我都要了，用粮食和你换行不行？男人震惊地看着李来福，要知道在这个人人啃树皮的年代，粮食才是王道。要粮食，只是2把枪要160块，你有那么多粮食吗？我说的粮食可不是棒子面，是那种20多斤重的南瓜。一样，只要是吃的就行。我一个南瓜就算你10块钱一个，180块钱就是18个大南瓜。我去外面等你，你最好拉辆车过来。没问题。那咱们就在路口汇合，我去让我爹准备好南瓜，你带好枪和子弹，咱们当面交易。好的，我马上就来。这时天还没亮，确认没人后，李来福直接在路边摆了18个南瓜。这是你的18个大南瓜，看看是不是每一个都20斤往上。够了，这是你的枪。李来福收好枪，刚准备走，后面的那个小弟突然喊道：“小兄弟，站住！”人深更半夜来到一个奇葩的夜市，进去的每个人都要把脸蒙住。注意哈，他发现在这里有钱都花不出去，只要是吃的东西，在这里可以买一切物品。原来现在正是60年代，人人都饿得喝西北风，而李来福正是一个穿越者，他的空间里足足储藏了500个大南瓜，而他却只用几个南瓜就买了2把枪。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站住！这是几个意思啊？小兄弟，别误会，我们没有恶意，我就想问问你还有没有这样的南瓜了。如果还有，我10块钱一个买你的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李来福想了想，自己空间里还有400多个，反正也吃不完，不如一次性都卖出去。我还有450个，你吃不吃得下？吃得下。那你们先回去吧，半个小时再过来，我这就去让我爹和我哥哥把南瓜拉过来。好，小兄弟爽快。俩人拉着南瓜走了以后，李来福把2把枪的子弹全部压满，长枪收到空间里，手枪别在腰间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4个人拉着2个板车过来了，400多个南瓜放在一起，确实很震撼。你找个人数一数吧。不用数了，小兄弟，这是4500块，你数数。李来福接过钱，也没有数，直接放到书包里。小兄弟，咱们合作愉快。
以后有好东西，你尽管跟看门的人说，就说找孙老大就行。好的，下次有东西直接给你。说完就朝着大路走去，这里正好是东直门外，去他爷爷奶奶家非常近，手里拿着枪，走起夜路也大胆了许多。很快到达李家村，李来福从空间里拿出100斤玉米面，这可是一点棒子面没掺的，和2条鱼，还有给奶奶带的吃的。谁呀？这么早？爷爷，是我。是大孙子的声音。果然还是这声音好使。大孙子，你咋这么早来了？是不是你爹又打你了？爷爷，这东西好沉的，咱们进去再说。好好好。爷爷，这是我在供销社给你打的正宗的牛栏山，等会你尝尝。呵呵，你真是我的好大孙啊！嘿嘿，奶奶，这个桃酥是给你的。大孙子，你这得花了不少钱吧？你不会是把你爹存款都偷了吧？静霞说，那个缺的玩意哪有这么多钱？爷爷奶奶，这都是我用鱼跟人家换的，不花钱。大孙子，你这得钓多少鱼才能换这么多吃的啊？奶奶，我总共钓了200多斤，你看我刚才拿的2条鱼就知道了。还是我大孙子厉害呀！你早饭肯定还没吃吧？奶奶去给你蒸窝窝头做鱼吃。奶奶，鱼还是我做吧，你都不舍得放油，做的不好吃。行行，大孙子，你想干嘛都行。老头和老太太对李来福还是一如既往的宠溺，不过老太太也没办法不溺爱。李老头这一房就生1个儿子，而李老头几个兄弟最少的都3、4个儿子，孙子更是不用说，只有他们这房就李来福这一根独苗。李来福在接下来16天里，每天坚持去山里锻炼身体，从最开始的1个小时跑上山，到后来的半个小时，扎马步从最开始的30分钟，现在2小时都不觉得累。饿了就从空间里拿出铁锅自己做饭吃，顿顿都是野鸡肉。以他的身手，悄悄接近野鸡，再利用空间收取还是没问题的。晚上回去时，李来福顺便把他这些天挖的陷阱看了看，因为野鸡肉他已经快吃吐了，还离得挺远，就听见陷阱有动静，赶忙跑过去。果然是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。李来福看着陷阱里边问道：“你爹你娘呢？”原来里面是一头7、8斤重的小野猪，把它收到空间里，又把陷阱恢复下，这才朝着山下走去。孙子，你奶奶不是说让你做陷阱抓野鸡就行了，怎么又上野猪？这要是大野猪，你受伤了可咋办？爷爷，这不是我特意抓的，他自己往陷阱里撞，怪谁？老太太和二婶已经准备做猪肉了，李来福本来还准备帮忙的，被老爷子给拦住了。大孙子，你坐那里带小虎玩就行，不用你动手。让我休息也行，但是做肉得让我做，你们清水煮肉，我可不吃。老太太倒不在乎好吃不好吃，主要是怕孙子不爱吃，也点头同意了。李来福从书包里拿出花椒、八角、大料，又去院墙边上拔了2颗小葱。生姜是不可能的，普通家庭花钱买生姜基本不大可能。娘，你说这来福咋这么有本事呢？咱们以前天天吃野菜糊糊，自从来福来了以后，咱现在都吃上肉了。那还不是我大孙子有本事，估计是我公公保佑咱家了。你不知道我那个公公，你们爷爷最喜欢你爹他这个小儿子了。娘，我爹这么不着调，你当初咋找他的？就你话多，被爹听着了，看他揍不揍你。你爹怎么不着调了？他不抽大烟，不赌钱，就喝点小酒，咋不能找他？上面他有6个哥哥，还有一帮堂哥后代都供着他，又不愁吃不愁喝，他要这么着调干嘛？再说了，犟汉，穿衣吃饭，我管他那些呢。还是娘活得通透啊！李来福在厨房整整忙活40分钟，可把这帮人急坏了。这要在以前，肉做8分熟就砍上了。爷爷，咱能开吃了吗？我弟弟口水都流一地了。你还好意思说他？你自己胸前不也湿哒哒的？别说2个孩子了，就是我都流口水了。这来福做的菜也太香了。一家人吃得满脸笑容，李来福也吃得高兴，毕竟是自己做的，对自己的口味。第2天早晨起来，李来福就朝后山跑去，刚到陷阱边上，卧槽，给野猪做的陷阱赶成喂鸡了。既然这边抓不到野猪，只能去山崖那边了，正好可以练练枪。在山崖这面，李来福也不敢练，妇女都在摘野菜，要是听到枪响，老头老太太肯定不会让他再上山了。而山崖这边树木参天，这地方绝对是动物的乐园。李来福拿出5、60半自动，刚下到山崖下，就看到有一个大洞，臭味熏天。突然，一个黑影传出来一声吼叫，卧槽，完了！